中国独库公路上集，独山子到守护天山路碑到631道班，今日起正式进入了新疆最有名的独库公路。独库公路顾名思义，就是从北新疆的独山子市到南新疆的库车市的一条公路，号称是牺牲了168名的士兵所修出来的一条纵穿江北江南的公路。如果以台湾类似的状态和历史地位来说的话，差不多可以算是中部横贯公路了。因为台湾的中部横贯公路也是一些老农民修出来的，也一样为此牺牲了很多的人命才修建出来的一条公路，所以这条路的骑乘难度极高，某些路段的艰辛甚至超过了川藏线。因为被限制无法去西藏及川藏线的我们，倒是可以前往试试，至少目前台湾人还没有被限制进新疆。从独山子出发的喜子和我，一开始就面临了独库公路的震撼教育，连续30公里的长上坡，必须要爬升1000多米。古语有云，望山跑死马。就在我们想要前进天山山脚下的盘山路开始，明明看到盘山路口就在前方不远处，但是爬了很久，居然还是看到路口在不远处的前方，直到骑到了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才终于进入了盘山路的入口，也就是正式爬坡的开始。真不知道那刚刚我们爬得要死要活的路程到底算什么。往上爬之后，开始出现一些美丽的景色，美丽的山谷之类的。只差不远就到第一个坡顶的时候，喜子的单车爆胎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喜子居然只带一条内胎就跑出来骑车了，所以他只能够现补。虽然说我们不赶时间，但是提早找到扎营的地方还是很重要的，这样才能够煮点热水，喝个咖啡什么的，好带着暖意入睡。而今天的后半段，我们几乎都在推车。一是喜子说，大叔我蹬不动了；二是我只要面对超过4%以上的坡度，就立刻被打回原形，成为单车 low 巴卡。很遗憾的是，这里的坡度几乎都是5到8% 以上，所以 low 巴卡传奇继续在新疆书写。过了坡顶，连续下滑10公里，到了谷底的守护天山路碑。也就是说，爬了几小时的坡，辛辛苦苦的累积，在几分钟内就花完了。今天我们决定在碑旁河边的地方露营，地点非常的棒，只是有点陡啊。次日起床整理后，面对的是如何把车跟包推上离河谷营地近50米高的公路上。一开始我们推不上去，只好空车推，然后分3趟去拿包。就这样，昨天休息恢复的体力已经消耗一半了。今天的目标是要翻过第一个打板到乔尔玛，要爬坡2200米以上。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啊，所以我们都决定尽量骑就好了，骑多少算多少。骑着骑着，独库公路的第3个伙伴出现了，接着是第4个伙伴。话说今年骑独库公路的人真多啊，只是像我一样骂咖的应该是绝无仅有了吧。白衣服的是拉萨小哥思维，没照片的是杨洋小哥，他俩的脚程都比我们快，但是很感谢都愿意等我们。在630驿站吃过晚餐后，先走一步的杨洋小哥已经在631道班处找到适合扎营的地方了，所以我们就前往631道班和小哥会合。今天的露营阵容十分的壮观啊，一字排开4顶帐篷。简单的先休息一下，睡到一半被一阵骚动声吵醒了。没想到帐篷外面居然出现了几十只羊，幸好他们不是很敢靠近帐篷，原来是我们人类占了人家小羊的栖息地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呢。独库公路到喀什，631道班到乔尔玛。今天收拾好行李，
在前往道班商店推荐的15元管饱早餐吃东西。这大概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面了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连一点咸味都没有，吃没有多少就吃不下了，难怪说会管饱。出发前往第一个最高的哈希勒根隧道，海拔3390米。一开始的天气还可以，然后可能是因为那顿管饱的软烂番茄鸡蛋面，让我没有补充到任何营养的关系，所以挺累的。30公里要爬1275米，对我们这种单车儿童组来说真的不容易。出发不久，喜子他又爆胎了，这次是被一个小到铁钉一样的石头刺穿了。早上最适合骑车的时间就在补胎等待中过去了，然后下午开始变天，天一变，气温马上骤降，紧接而来的是一到下午就会刮的强逆风。早上没吃饱，顶着逆风的我们，骑不到16公里就累了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干嘛的啊？我到底是来旅游的，还是来挑战极限的？随着气温下降跟体力流失，已经骑不下去的我，决定要停下来拦车过山顶。喜子他则决定要继续推车上山。就在此时，我遇见了小赵。小赵由于昨天单车坏了，先拦车去乔尔玛买链条，今天又搭车回来骑脚踏车去乔尔玛。小赵看我的行李加车超过了50公斤，立刻建议我拦车把行李托运去乔尔玛的商店，好轻装上路。而且就真的帮我拦了一台来旅游的小轿车，请他们帮忙把我的行李托运过去。这样我终于再度空车上路，才知道原来爬坡也不是太累的事情嘛。接着追上了喜子，让喜子也把行李甩去乔尔玛，然后就开始开心的爬山。到了上面的天瀑景点，由于喜子一直没有出现，我才发现原来喜子已经先拦车走了。我和小赵我们则继续努力，雨势逐渐变大，而我的衣服跟雨衣则在送去乔尔玛的行李里面。温度逐渐降低到4度的时候，又湿又冷的我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冻成冰棒了。所以我决定我是来旅游的，我不是来挑战极限的，我必须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于是我在离山顶5公里的地方拦车，来通过山上的隧道。这次帮助我的是2位牧民大哥，真的十分感谢帮助我把行李送去乔尔玛的小轿车夫妻和这2位牧民大哥。于是我就这样通过了还在积雪的山顶，顺利的抵达乔尔玛，拿到了我的行李。然而我却没有看到喜子，原来他拦车只到了山顶，所以他赶来跟我会合。我们在商店旁吃东西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小王，我联络了昨天的车友思维，他入住了附近的滨站招待所，听说只要50人民币，所以我们立刻前往住宿。因为今天太冷太累了，完全不想再搭帐篷。整理好东西，太阳还没下山，我们就一起前往附近的乔尔玛烈士纪念馆参观，并且拍照留念。真的只有用骑车或走路的，才能知道当初开辟这条独库公路的辛苦。独库公路的烈士们，我向你们致敬。中国独库公路到喀什，乔尔玛到0公里。今天从乔尔玛出发，目标是774公里处的 G217 国道和 G218 国道的交叉点，又称之为0公里处。昨晚休息的还不错，虽然今天还是要爬坡，但是骑起来已经没有昨天那么累了，只是又开始下起雨来了，所以路面上都是湿的，旁边的山也起雾了。中午我们没有遇到可以吃饭的地方，不过路边有不少的牧民在卖烤羊肉串。由于天气实在太冷了，我也买了好几串来吃，然后补充热量。出发前就有听开车的游客说，前方的路上有落石，正在抢修中，幸好单车通过没有问题。结果在长久的爬坡后，
登上了第2个3000米以上的山顶——玉溪莫勒盖隧道。这时的温度也是只有4度，但是由于今天的防水做得不错，虽然冷，但是没有像昨天那样快要冷死的感觉。穿越了2公里的隧道之后，居然又遇到了小赵，真是有缘分啊！接下来又是30公里的长下坡，这就是辛辛苦苦爬坡换来的快乐结果了。一路滑到0公里处，因为天气还不错，所以决定去找思维在路边搭帐篷。本来今天小赵则选择了就在河边，殊不知就是这样一点的小差别，第2天就是天壤之别。早上6点多开始下起了暴雨，我的锅具、炉具和干粮还在外面忘了收，这算好的了。小赵扎营在低洼处，帐篷下面已经开始积水了。不久之后，喜子的帐篷也积水了，所以他们2个都跑进来我的帐篷里面。而喜子的帐篷进水，几乎所有的衣服跟睡袋都湿了。9点多，雨势渐渐的小了，我有点想要撤到0公里的老王处休息1天。思维跟小赵他们则决定要继续冒雨前进，而喜子因为东西全部都湿了，所以他不想再前进了。已经在附近问好便宜的蒙古包，这时我选择了留下和喜子一起休息1天。没想到付了钱进去不久之后，天气就开始放晴了。天气预报还说要下1整天的雨呢。于是我的蒙古包初体验，应该是毡房而不是蒙古包哦，就在独库公路上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你的支持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